家长会上，我装聋子，拿耳机当助听器，没想到学校主任竟然是我高中暗恋的男生。坐窗边的那位家长把耳机拿下来，还是尊重一下老师吧。我愣了一下，周围的其他家长开始议论纷纷，说我没家教，我摸着耳朵上的东西，抱歉，听不见。班主任的语气感觉要发飙，听不见就把耳机拿下来，我们做这些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。你是林念的姐姐吧？你弟弟这次才考180分，倒数第一，我算是看出来了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看着你们就知道你们爸妈没什么用。我腾的一下红了眼，无措地摘下耳朵上的东西，语气带着浓浓的哭腔。班主任刚才的嚣张气焰烟消云散，人家是真聋子啊，刚才说的话太过分了吧？这就是现代老师的教学素养。我看班主任爸妈也是个尖酸刻薄的，当着我们的面就这么说了，私底下不是骂得更脏。我缓缓坐下，表面委屈的不行，心里嘴角都要扬到天花板上了。你们一个家长会一开就是连着3个小时，跟坐牢一样。我戴个耳机做自己的事情还不可以了？早听我弟说这个班主任喜欢给每个学生打标签，今日一见，这批果然非同凡响。末了，班主任准备让年级主任来说话，我起身再次跟他道歉，他敷衍了一句，臭着脸离开。门外，我弟跟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就凭这个班主任刚才的那几句话，再加上我弟平时跟班上同学收集的语音，够他下岗回家挖泥巴了。我心情愉悦，抬眸却看见了这辈子都没想到会再遇见的人。讲台上的男人穿了件白衬衫，严丝合缝，却处处透出禁欲感，直挺过分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丝框眼镜，视线透过镜片落在我身上，唇角微微勾起。各位家长你们好，我是高3年级的主任江北。整个家长会后面的过程，我都感觉灵魂在教室里飘荡，而这多半有江北时不时冲我笑的功劳。一结束，我猫着腰想迅速离开，却听见那疏离淡漠的男声，林念的家长留一下。我本来都要从后门出去了，脚硬生生被叫了回来。江北朝我笑，来办公室一趟。这句话的冲击力丝毫不亚于高中时期模拟测试后班主任办公室1日游的威力。我弟这个傻乐呵呵的，还听他的话，领着我去办公室，丝毫不知道他姐我呀要遭罪了。不过当时的情书送错了，江北应该不知道我喜欢过他吧？姐，你真牛批，知不知道我们全校都是江主任的粉丝？我呵呵一笑，你们也是江北的颜粉啊？怎么说话呢？我们是先钟情于江主任的才华，再沦陷于他的美貌。站在门口，我有种要英勇就义的感觉。我弟忽然扯了扯我的衣服，自责道：姐，班主任是不是骂我考倒数第一，丢了班级的脸？我很努力了，是不是就像他说的，高考失败了，我的人生就烂完了？林念一直都是热情张扬的，很少露出这样灰色的表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好成绩，好大学，好工作，这是很多人认为的成功。但林念，这些看似成功的人可能会看不起社会，觉得他们傻，他们不努力。底层的人，我认为啊，真正的成功跟你一样，会捡起别人乱丢的垃圾，会为弱小的人发声，不惧强权，会永远怀揣一颗火热滚烫的心。高考培育不出成功的人，我们的社会缺少真正成功的教育。林念，记住，不要让成绩决定你的人生。我进门的时候，恰好那个班主任出来，瞥了我一眼，跟高傲的孔雀一样，梗着脖子掠过我，挖苦嘲讽，白痴弟弟还有聋子姐姐，报应。这一刻，我忽然觉得让他滚回去挖泥巴还是客气了。我弟的自卑心理跟这位教师脱不了干系。进门后，里面却空无一人，窗帘被风吹得哗哗作响。江主任身后的门突然关上，我猛地转身，却与走过来的江北撞上，身体向后倾斜，他拉住我的手，将我一把抱了回来。他摘了眼镜，松开了2颗衬衫扣子，袖子也挽了上去，露出线条流畅结实的小臂。与我目光相对的一瞬间，他不闪不避，极具侵略性的视线将我吓了一跳。我赶忙推开他，这样的场景怎么很像在玩什么情趣 play？ 年级主任跟学生家长要我命了。温热的指腹触碰到我的耳垂，我向后退了3-4步，半坐在了办公室的桌子上，作业本被我差点推翻。江北眼眸暗了暗，性感的喉结上下滚动，语气艰涩：助听器，我不在的这些年，怎么把自己搞成了这样？我差点心肌梗死。江北不是全校的高冷男神吗？林念不刚才说他在学校很冷漠，很生人勿近吗？还好后续他恢复了正常，我松了口气，全当他刚才只是对弱势群体的关，以帮我弟提升成绩为由，江北加了我的微信，加上的第一句就是周6同学聚会，你去吗？刚进包厢就看见 C 位的洛池跟校花在喝交杯酒。洛池家里很有钱，是个富二代，当初我给江北写的情书就是错送给了他。看见江北，众人立马视线调转，还带了漂亮女朋友啊。听说北哥放弃国外年薪几百万的教授工作，来在咱们省最牛逼的6中做高3年级主任了呀。当时我看北哥那气质啊，就知道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的。我挽着江北的手想要松开，
却被他抓住。他没看我，帮我拉开座椅，让我坐到了他身边。到炙热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，是洛池那眼神像是在看着自己的猎物，让我很不舒服。林飞婉怎么还没来啊？我正愣住。也对，高中时的我一心只有学习，又黑又胖，跟现在的自己确实判若两人。我刚想开口，却听到校花讥讽的声音，当初送情书给洛池被拒绝了，估计怕丢人不敢来。江北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像是在生气。算了，反正他来不来都一样，咱们几个主角来了就成。他当初还半夜3更去厕所看书学习，笑死了，满脸痘痘，我看着都吓人。现在估计也没有人敢要他吧，又不聪明还死犟。不知不觉指甲掐进了掌心。我很早就知道自己并不聪明，所以拼了命的学，不喝水就不会想去厕所，靠在墙上2点睡，5点起，第一个冲进食堂，第一个进教室。据说他现在在联合国工作。江北话音落地，全场人都静默了。我扭头看他，没想到他会帮我说话，细长的手指玩弄着我的发丝。江北神色慵懒地看着我，姿态放松。我没说错吧？林飞婉。洛池手指轻轻敲击餐具。江北，开什么玩笑？这大美女怎么能是林飞婉那个土妞？不过仔细看，五官跟林飞婉确实很像，要是黑起来，真是当初看不出来林飞婉这么尤物啊。不是，林飞婉，你真在联合国工作呀？洛池盯着我，脸上的笑意越来越大。甜腻腻的女声引起大家的注意。飞婉，你耳朵上那是什么呀？助听器。那是真正的助听器。我还没想好该怎么跟江北解释我不是聋子，于是就买了一个比较大众的助听器。有人小心翼翼地问，是高考毕业后你被打造成的吗？我没有回答，算是默认。手腕忽然被江北捏住，白皙的脖颈能看到隐约的青筋。谁打的？他眼底情绪翻涌。你捏疼我了。江北松开了些，却依旧不放手。我不想提那件事，没什么，都过去了。吃完饭，众人提议去唱歌，我本想走，但被众人强留下来。校花挽着江北的手，笑靥如花。江北破天荒地露出温和的笑容，他俩高中时候就经常形影不离，就连老师都专门让他俩去了好几趟办公室。毕业很久后，我才从其他同学口里知道他俩在一起过。我莫名觉得心口有些酸胀感，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。没想到啊，你还有点看头。洛池那恶心的腔调让我很不舒服，想要从他手下挣脱，他却不肯放过我。婊子，装什么清纯？我都不嫌弃你是个残疾人。你怎么写来着？什么要跟我一辈子是不是啊？说着，洛池就朝我靠过来，股烟味的嘴唇就要贴上我的脸，正准备耳巴子拍过去，强有力的手就将我拽走，一拳，洛池被打趴在地。我吓懵了，江北像是指出了逆鳞的兽，你再碰他一下试试。所有人都转头回来劝架，旁边人跟洛池说了几句什么，他竟然过来跟我道歉，但眼神像是要在江北脸上戳出一个洞。最后一个人气冲冲地离开了，其他同学打着圆场进了 KTV。 洛池其实并没有吓到我，吓到我的是江北异常的神情，他竟然会为了我打人。修长的手指紧握住我的手，我的视线顺着转移到他的面庞，五颜六色的灯光下，江北宛若高岭之花，轻抵着的薄唇透出一丝冷峻，俊美如丝。江北哥，输了呀，大冒险必须亲吻在场的女生1分钟，不能断开呀。包厢里开着空调，江北的离开让我瞬间感觉到微凉的空气，周围人起哄，就知道北哥还是忘不了白月光，高中科的 CP 复活了。白月光不是正确答案，是试卷本身啊。没有挑衅的眼神，校花怡然自得优雅坐在卡座上，仿佛江北的到来是预料之中。1分钟，1分钟，大家开始催促。我与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，因为我不想江北跟他接吻。江北双手撑在校花身旁，微微弯下腰，我都能想象到他精致脸庞轮廓在昏暗灯光下晕染出的一丝模糊，让人沉沦。周围爆发出尖叫声，它是我青春年少的怦然心动，青涩的仿佛未熟的果实，在明媚春日中期盼着采摘。直到现在，心跳蓦然加速，我突然冲过去，拉住他的手，直视那双黑的冰凉的眸子。江北，我破坏了所有人的期望。江北慢条斯理垂眸，嘴角浮现一抹玩味的笑。怎么了？像是触电，我松开了他的手，惊讶于自己大胆的行为。江北跟谁接吻，我凭什么管？我拿出手机，我来给你们计时。下一秒，充满校花香水味的外套盖在了我的头上，江北掀起一脚，捏住我的下巴，吻了进来。我惊讶地张开了嘴，他趁机而入，他的唇角带着很浅的笑意，耳畔是喇叭和脚踢桌子的声音，尖叫和吼声。我就知道呀，对了，给钱给钱。北哥居然是过去拿衣服，我输裤裆都没了。校花姐，你他妈不争气啊！我赌了3000块啊！北哥，看看眼馋。是什么时候被江北牵到原来的位置上的？我已经不记得了，只感觉头上炊烟弯弯曲曲升起。江北帮我整理了下助听器，又亲了我一口，声音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温柔，
让我在这里等他。他走之后，同学们开始灌我喝酒，我想吐，起身去洗手间，却在拐弯看见江北和校花，校花看起来是哭过了，突然提高音量：我当初不过就是装病骗你来看我，你就跟我分手。你说你讨厌被人骗，那你能确保林飞婉她就不会骗你吗？他掐灭了指尖的烟，慢条斯理脱了脱银框眼镜，声音温沉：只有他不会骗我。回了包厢，我直接一口闷了2瓶，头晕就好了。果然没一会儿我就双腿打摆子，跟众人道了歉，我提包就走，还想着找机会跟江北解释，看来这样的欺骗只会让他讨厌我，我宁愿现在离开，让江北觉得我只是不想和他在一起。拉开门，清冷的嗓音混着室外的空气灌入我的耳朵，要走了。我了一声，我送你。不用。迈脚的第一步，我就啪叽一声扶着墙倒在地上，明明我刚才还很清醒的，靠，迷迷糊糊被抱到了车上，有江北的味道，好像在给我系安全带。他叫我名字，我了一声。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了一声。哪里？我了一声。回家？我了一声。去酒店？我了一声。江北修长劲秀的手指捏住我的后颈，乌木似的眸子此刻含着秋水的笑意。一会儿别求饶。酒店房间，落地灯暖色的橘黄灯光氤氲满屋，映出沙发里2道几乎合二为一的身影。我意识清醒着，但又浑身发软。江北的怀抱很紧，一手抚摸着我的脸，无视掉我的挣扎，一手托着我的后背，将我固定在怀里。被咬得发红的唇凑了过来，他嗓音嘶哑，带着情欲：继续。只有他不会骗我。他为什么这么信任我？我们之间有过什么吗？为什么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像是带着所有的信任？可我要怎么告诉他？我不是故意骗他的。见我哭了，他有一瞬的清醒。抱歉。以为我不愿意，江北想要离开，我伸手揽住他细长的脖颈，颤着声音：江北，我们坐好不好？他默了一会，手上结实的胸膛有力起伏着，房间里挂钟的声音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耳膜上。江北像是被点燃了导火线，轻轻一带就将我牢牢压倒在床上，似乎是怕压到我。他微微侧着，用手臂撑在两旁，闭上眼睛，吻得炽热缠绵，身体贴合在一起，我甚至看得清他脸上的细致绒毛。江北紧张时额角青筋直跳，呼出一口热气情书，为什么要给洛池？我抽噎着解释，是我弄错了。他似乎轻笑了一声，江北吟诗一样念着我的名字，折磨着我，压抑的呼吸粗重，浑身肌肉紧绷。他说他知道，他一直都知道。落地窗外霓虹灯遍布，他摘下了我的助听器，低笑着说了很多与他往常清冷形象不符的话。小声点，要把隔壁叫过来吗？没尝出味道，我再尝尝。不摇，我不骗你。用什么？说话。我控制着自己不给予更多的反应，防止他发现。之后他又说了很多骚话，可只是这一句叫我心头发颤。婉婉，我喜欢你10年了。醒来时，江北微信给我发了条消息，试用装感受不错吗？考虑购买，成为终身 VIP 用户吗？心里1万个声音告诉我，快答应他。可我记得他昨晚的话，林飞晚，答应我，不能骗我，一次也不许，不然我会杀了你的。那时我就知道，我跟江北不可能的。我回复，我们的关系到这里就很好了。回家前，我用粉底遮住了脖子上的痕迹。林念放学回来，兴致勃勃跟我聊起学校的八卦节，我用那些材料举报班主任了。林念的语气颓丧，一听就是没成功。果然，他又继续说，但是校长只是给他停职了一段时间。班主任在那所学校已经教了10多年的书，下面盘根错节，复杂得很。我让他把那些材料发给我，我在小破站上算是个合格 UP 主，今晚就把那些资料制作成脚本，用视频的方式发布在各个自媒体平台。我就不信这个社会能容忍这样的老师，心里正窝火。林念突然说，姐，你知道我们年级江主任吧？正在淘宝看避孕药的我手指一顿，他今天来我们班上课，脖子上有吻痕亲。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，林念一脸兴奋的模样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女人这么好运，捕获到了国民男神。我们学校好多单身女老师都在抱怨。我想起亲吻江北脖颈时，他浑身都猛烈地颤抖了一下，嘴里闷哼出声，那声音自己现在都能回想起来，要命，感觉自己的脑子是不良网站，随时弹出这种信息。姐，你跟江主任是高中同学，怎么不跟我说啊？你跟他熟吗？他高中怎么样啊？看着屏幕上的类的避孕药，我陷入了沉思。他成绩永远第一，喜欢他的女孩子有很多。高中的江北宛如神之，清冷孤傲，强厚的家世背景，一骑绝尘的分数，高不可攀。谁能想到10年之后，我竟然会因为跟江北的一夜情而在网上购买避孕药。微信弹出消息，出来，我们谈谈。闺蜜失恋，领我去了牛郎店，10多个白嫩健壮的牛郎夹道欢迎。
闺蜜扑进他们怀里，又哭又闹。我像小鸡仔一样坐在一边，观赏史诗级秀场。闺蜜要在这里留宿，催着我快滚，别打扰她。这也不是她失恋第一次这样干了，不会发生什么，只会把那10几个男模的腹肌用口水横扫一遍。男模店的老板送我出去，门口黑色宾利旁依着一抹熟悉的修长身影。我心中一颤，完了，下意识躲在男模老板的身后，扯着他往反方向走。林飞晚，醇厚的嗓音叫着我的名字，感觉他已经走近了。我忽然有种出来找野男人被老公发现的羞耻感。他陪朋友来的，一个男人没碰。江北忽略掉他，走近我，躬身，像是照顾女儿一样，本想要帮我紧紧的助听器，看到我空空的耳朵时，视线一致，怎么没带助听器？江北语气森寒，说话这2个字是谎言即将被击穿的前奏，像是死亡的钟，滴答滴答敲打在我的脑花上。老板缓和气氛，应该是掉在房间里了。急需吗？江北扫了眼店名，搂着我离开。不用了。手被突然拽住，老板拿过我的手机，输入电话号码，示意我有事找他。我点点头，几乎是被江北塞进车里的，就连关车门的声音都像是问斩的大刀，砰猛砸在木头桩上。车内转向灯的声音滴答作响，骨节分明的手指单手放在方向盘上，食指有一搭没一搭轻敲着皮套。空气中死一样的沉默。江北很平静问了我一句：微信你说的话什么意思？我眸子一瞬不瞬看着他，装作听不见他的话。江北忽然拿出一盒子助听器，撕掉包装拿出来，温柔地戴在我的耳朵上，平静的，好像根本就不在意我和刚才那个男人是否有发生什么。可我感觉到了他的手在抖。现在呢？我刚张嘴，他立刻扣住我的手，狂躁地吻了上来，不容抗拒，惩罚一般的挑逗着，教训着，直到我轻推着他结实的胸膛，他才喘着粗气问我要吗？那双眸子深不见底，只是看着就让人心头微颤。我没忍住，要。他开车的速度极快，握着我的那只手，温热的指腹意味深长的在我手心滑动，一下一下，让我心里痒得不行。脑子里竟然冒出大胆的想法，让他把车停在人少的地方。我跟江北的体型很悬殊，浴室烟雾缭绕，水珠攀爬上梳妆台外侧。我双手撑在冰凉的大理石上，江北从后面扣住我的下班，逼我直视镜子里发丝凌乱的自己。看着，都这样了，还说不喜欢我。字尾音拖很长，像是在蛊惑我已经没有挣扎的力气。爱江北的这件事，我藏了10年，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在这样的情境下被他逼着说出口。没有得到回应，江北将我抱上洗手台，冷热交替，我颤着身子抱紧了他。有男朋友，怎么那晚不拒绝我啊？高中的乖乖女喜欢脚踏2只船，是我在微信告诉他的。当时觉得自己跟他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了，不是说关系到此为止吗？为什么要答应我来这里？我一直不出声，他恼了，猛地掐住我的腰，我浑身一颤，咬着下唇，玩我林飞晚，这代价你付得起吗？我很早之前就知道自己惹不起他，可我跟所有青春时期爱慕他的女生一样普通，但还是动心了。也许是我哭得太惨，江北停了下来，靠在我的肩膀上，语气柔弱却又很厉。林飞晚，你不能骗我。我窝在他的怀里，湿润的眼眸迷离地望向他。那个他是谁？是校花，还是我们都不知道的女孩？快要睡着的时候，江北吻着我的嘴角。我有一个医生朋友，他也许能治好你。明天我带你去医院。回家吃完早饭，我问我妈林念去哪里了。念念终于开窍了，自从那次家长会之后就拼了命的学。妈妈忽然擦了擦眼泪，这小子怎么突然就要发愤图强了？我给我妈地址，妈妈握着我的手，嘴角都在笑。其实我们也不求他能够考上大学，只要他别再像以前那样无所事事就好。我逗我妈，指不定这次他就成了逆袭的黑马，考上了呢。即便是玩笑话，我妈还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电话响起来，江北的声音又恢复了往常的冷漠。我来接你去医院。不去，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。你不上课吗？那晚上我让他来。江北的语气冷硬，说完就挂掉了电话。他想治好我，想让我像平常人一样生活，可他越是在意我耳聋这件事，我越是心虚害怕。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以美人计的方式让他打消给我找医生的念头。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。今天星期五，既然能接我去医院，应该就是没课。带着胆子，我发了条骚话：老公，我一点都不喜欢运动，除了在你身上。发完这条信息，我鬼叫一声，把自己塞进了枕头下面。尺度是不是太大了？平静一会儿后，发现江北还没回复，于是我又发了一句过去：小的时候尿床会被打，现在尿床会被夸，怎么这么厉害？江北，你会夸我吗？这次没过几分钟，江北的电话就打来。我端正坐好，想听听金贵的他害羞尴尬的声音，结果他说：刚才在年级组开会，投屏了。哦，然后你收到我给你发的消息了吗？晚上能不能？所有老师都看到了。我才反应过来，还有校长和校领导。呼吸一滞，我脑袋里炸开一片空白。
忍不住脚趾开始乱爬，抠出一套魔仙宝。原来社死的是我。那些老师一定觉得平日冷若冰山的江北私下跟女人玩得这么花，一定觉得他很装，孤立他，抛弃他，抹黑他。他们没说什么吧？我二拇指搭在大拇指上，听筒里江北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严肃。他们让我们响应国家生育政策。江北晚上硬要把我带去医院，我脱光了衣服，他也丝毫不为所动，坐在他的大腿上，我亲了他一口左脸颊。不去吗？不去。你不想治好吗？没回答，但我亲了一口他的右脸，明显看见他的手指紧了紧，一口亲在他的鼻子上。他深吸了口气。林飞晚。他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会叫我全名。我试探着亲了亲他的薄唇，学着他的方式懵懂索取着。那只大手终于压在我的后脑勺，放肆的加深了这个吻。迷离时，我取下了助听器，他甚至没有看，直接给我放了回去。低哑的嗓音像是锁住了我的灵魂，带着听清楚我喜欢你的声音。我心下一横，江北，我骗你了。他停住了手上的动作，其实一直都听得清。说这句话时，我甚至不敢去看他的眼神。江北安静下来，周身的热情散去，垂眸看我时，眉梢眼角尽是疏冷。我从他身上下来，怅然若失，心口像是被人揪住似的，疼得我喘不过气。我竟然还抱着一丝侥幸，我以为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的，我以为江北会原谅我。他起身，顾长的身形朝门外走去，温热的眼泪已经滑落。我想拽住他的衣角，却是徒劳。那是意外，我不知道会遇见你，江北，我不想骗你。他忽然停住，知道我为什么讨厌别人骗我吗？江北自嘲。我小学的时候，我妈骗我她要去整容，回来之后她果然长得不一样了，还带回来了2个孩子。她忽然转身，眼眶微红，这女人是我爸在外面的小三。可我叫了她3年的妈，我想说什么，但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江北颓丧的身躯在门外消失。他离开了，心中绞痛，我哭得喘不过气。明明就已经无数次想过坦白的后果，却没想到自己会这样难受。刚才的江北就像是一只布满裂痕的玻璃杯，只需要再轻轻一触就可以完全碎掉。或许我与他确实不逢时，上天要我们以欺骗重聚，也要我们因此分手。唯当一声，门被人踹开，温暖的怀抱裹挟住我。林飞晚，你骗我吧，多骗我，你多骗我也可以，就是别像他一样，别丢下我一个。江北说，他从高1就注意到我了，死学习死脑筋的女孩子，但却不惧怕任何闲言碎语，朝着自己的目标勇往直前，坚定地虔诚的让他移不开目光。他说，当时我就在想，如果能成为这种女孩的目标，就一定不会被她放弃吧。我说，江北永远不会放弃你的，是你自己，你特别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我忍不住一句脏话骂出声。被子下搂着我的江北被吓醒，睡眼惺忪的他习惯性要去帮我拿助听器，那只手却在空中停住。我没太在意，心里鬼火冒。制作的举报班主任的视频竟然没有被通过，原因是容易引起社会骚动。大手掐住我的腰，江北声音暗哑，晚晚早上了，有点想。想什么想？你还能想什么啊？这个社会怎么了？有没有天理？有没有王法了？句话让男人顿时为我清醒。他叹了口气，从倚靠在我身上的姿势转变为他抱着我，语气恢复了一如既往的高冷。拿过我的手机，我开始噼里啪啦一顿输出。就在这时，微博热搜通知响了起来，某重点中学班主任被10名举报殴打性侵学生。我从被窝里跳了起来，世风日下。现在的班主任都是禽兽投胎吗？江北把我拉下来，指给我看，这就是你弟的班主任。原来我的视频在另外几个平台上火了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这个班主任曾经叫我去办公室，然后关上门对我实施了侵害。我是20级的，他还让我坐在他腿上。我不敢跟我爸妈说，我被他抓到厕所里打过，现在骨头的形状都还没有恢复。曾经遭受过这个班主任迫害的学生都站出来联名举报，要求还他们一个公道。只是最火的评论就已经有8、9个学生了，还不敢站出来的但却遭受侵害暴力的学生又有多少？原来看似侵害只在一个人身上发生，实则施害者皮囊下的骨头都溃烂了。那片浑浊阴影背后是千千万万只无声的影影子。事情搞得众人皆知，整个市区里传得沸沸扬扬。林念说，那个班主任主动辞掉了工作，据说每天出门像过街老鼠一样。刚开始出门被认出来就会被人讽刺，甚至泼水。后来裹得严实出门，还是被人认出砸石头。被砸进医院后，再也没人白天见到他了。之后又有早上买菜的大爷大妈认出他，直接把买菜的推车扛在肩上追着他跑。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，江北来我家跟我们一起等着，距离查成绩还有1分钟的时候，林念哭着发抖，说让我们先出去。林念在屋子里仿佛是在生产，我们在外面急得焦头烂额。终于他开门看着我们哭出声来，
他难过的喘不过气来，妈妈走过去抱住他，只说考不上也没事。林念红着眼望着我，姐，我不想读大学，我要做自媒体。我知道这条路上人很拥挤，但我的目的不在于赚钱，我想告诉大家，真正的成功是什么。这条路我是跟着心走的，不怕挤，就怕这条路上的人不够多。曾经迷茫不知去路的男孩，忽然也会如此坚定。我点点头，说了个好。是难走的路，从来不拥挤。林念的自媒体前3年无人问津，可他就有股子韧劲，在里面挣扎着，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一刻。在他千万播放、点赞过100万的视频里，他又回顾了高3的那件事。原来他高考考了603分。在最后的那段时间里，我感觉大脑忽然就很轻松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支撑着我。我想，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，高考不能培养出一个成功的人，因为成功不是物质，是我们生来就炽热的内心。提到那年学校班主任被网报道跳楼的风波，林念的目光变得坚定。视频切换画面，是个女生哭着拍摄的视频。我觉得说出来很丢人，我怕我男朋友会嫌弃我。说到这，女生看着镜头后笑了，但是她鼓励我，现在也在为我摄像。我实名举报，很快旁边加入了另一段视频。我因为自卑、自尊心很强，跟他顶撞的那天，被拽着头发撞到了厕所的墙上。越来越多的视频集合在一起，那些发自内心的声音不吵，像是某种精神混合在一起，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视频里，现在做着各种工作，有着不同生活的孩子们，笑着、哭着，眼神坚定，直视镜头。今日我等若冷眼旁观。全文完。